这洗衣粉的颜色不对吧？洗衣机里突然出现大量番茄汁，小姐姐好奇地往里看，差点没将隔夜饭推出来。目前来看，尸体已经被洗衣机完全搅碎了，肉体组织就像浓缩番茄汁一样，呈现着血红的颜色。因此，姑姐认为死者死亡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。破碎的骨骼在经过漫长的整合过后，终于呈现出了它本来的样子。这具尸骨上有着很多运动型的损伤。碰巧的是，新来的实习生是一名棒球爱好者，很快他便认出尸骨上的损伤是因为常年打棒球导致的。好进在尸骨中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硅胶成分，但并不清楚这些硅胶是做什么的。仔细排查后，姑姐终于发现了问题。原来这名死者只有一个荔枝。要知道，荔枝是一种十分坚硬的身体器官，除非经过大力的碾压，否则是不会破碎的。因此，姑姐认为那些破碎的硅胶很有可能是她另外的荔枝假体。安琪拉通过荔枝假体上的序列号查到了死者的医疗记录，很快死者的身份被确认了。阿伟40周岁，是一名房地产商人，平时的爱好除了棒球，就是去梦幻俱乐部弹吉他。思维敏捷的老布认为这次的案件很有可能就和这家俱乐部有关，于是他便带着姑姐前往俱乐部进行调查。这帮人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连衣服都不穿呢？骨头，你不懂，这就叫摇滚。还没开始查案，老布便沉迷在这种气氛中不可自拔。姑姐见状只能将音响的电源拔掉，可这一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。老布只得亮出身份，并将这里的经纪人带回了警局。原来老布在进入俱乐部之前，曾听一个紫毛小伙说，这里的经纪人曾经和阿伟发生过一些矛盾。说吧，你是不是杀了他？没有的，警官先生，你听我说。面对老布的审问，经纪人表示自己确实和阿伟发生过不小的冲突，但根本原因只是因为阿伟人菜瘾大，吉他弹得不好，还偏要上台折磨观众。可毕竟他负担了这片场地的费用，所以经纪人也只能发发牢骚，由着他胡搞，何来的作案动机呢？老布想想也对，谁能跟钱过不去呢？于是老布便放弃了对经纪人的调查。可见这个凶手杀害了阿伟，一定是另有原因。就在这时，豪金和实习生经过一番调查后，有了重大发现。这个实习生简直太厉害了，他居然一下就发现了凶器的存在。原来他将骨骼重新组合后，发现了几处最近才添的新伤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些伤痕都太过诡异了，普通的刀枪棍棒根本没法造成这些有棱有角的效果。因此姑姐认为凶手很有可能使用了不规则多边体凶器。安琪拉据此进行了物体模拟后发现，这些伤痕都是由吉他造成的。安琪拉计算出了吉他的具体形状，这是一把价值25万美元的纪念性产品，收藏价值极高。老布在经过一番查找后发现，这把吉他已经被卖掉了，而卖家正是子毛的女朋友阿宝。老布将吉他和阿宝都带回了警局，但阿宝表示自己只是偷走了吉他，并没有杀害阿伟。老布见阿宝的语气很诚恳，便以盗窃罪逮捕了阿宝。而豪金则在吉他上发现了一根紫色的头发，这下直接确定了凶手的身份。原来子毛之所以杀害阿伟，是因为他又见了阿宝，他气不过，所以去找阿伟理论，但阿伟却以一种得意洋洋的姿态去讨论阿宝的身体，这让子毛杀心骤起，操起那把吉他干掉了阿伟，又将他丢入了洗衣机里毁尸灭迹。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等待子毛的终究是法律的惩罚。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剧情，请持续关注我，解锁更多悬案。